9月21号，普京宣布启动部分动员令，此后多地爆发了反动员示威，同时在征召范围内的部分俄罗斯男性为了躲避普京的征召，也想了各种怪招，有组团开车出境的，也有把自己打瘸的，甚至还有一名男子为了逃避参军，是直接划着冲浪板逃到了爱沙尼亚。那么在反战情绪如此强烈的情况下，俄国国内是否会出现内部矛盾呢？这30万人又是否能够如期招满呢？别着急，咱们接着往下看。自从普京宣布部分动员征召30万预备役以来，大兵发现俄罗斯国内出现了2种不同的报道。一种呢是来自俄官方媒体，他们的意思说，在普京总统宣布部分动员令以后，民众大规模积极参军，出现了妻子送丈夫上战场，大家排着长队去应征入伍的情况。而另一些媒体呢，则报道称，俄罗斯国内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反战声音，例如有很多人上街游行，而这些游行的人呢，也免不了被抓，人数大概在700到1300人。从这2种不同的报道呢，我们是不难看出，俄国内部民众呈现了2极分化，有支持对乌克兰继续发动战争的，但是也有民众一看，你又要动员，那我们和平的日子不就没有了？那我就要站起来反对。当然，这部分人之中也有不反对的，直接溜之大吉的。据了解，在动员令宣布之后呢，入境蒙古的俄罗斯人数量大幅增加，甚至一些边境口岸还排起了长长的车队。例如在俄蒙边境的阿勒坦布拉格镇，不到5天就有超过3000名俄公民通过当地口岸进入蒙古，其中2500人是男性。这些男性呢，部分都是想利用俄公民可免签进入蒙古，并在申请后最多停留2个月的规定来躲避动员令。当然，除了蒙古之外呢，哈萨克斯坦、亚美尼亚等对俄免签的国家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。还有一个很极端的说法是，那些没有能力出境的又不想参军的人，只能对自己下狠手了，把自己的脚打瘸，这样就没有资格参军了。当然，如果怕疼，同时也不想参军，那就只能选择与9月26号俄罗斯报道的这位兄弟一样了，用冲浪板越过俄罗斯边境。不过这个方法并不可取，因为这位兄弟在进入爱沙尼亚之后呢，不小心被当地的巡逻队发现，最终将其遣返回了俄罗斯。看到这里呢，有些朋友可能会有疑问呢，到底哪个才是俄国内的真实情况呢？在大兵看来其实这些都是真的。因为对于俄罗斯民众来说，面对这种军事动员令，一定是有支持战争的，且愿意去打仗的，同时一定也会有人不想上战场选择离开的。这些情况呢，都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反应。那么这些正常反应会导致俄国内的矛盾发生吗？以目前的俄罗斯周边蒙古、哈萨克斯坦、亚美尼亚等国对这些正常反应的处理情况来看，未来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俄民众选择出境躲避动员令。毕竟蒙古前总统鄂勒贝格道尔吉曾表示欢迎俄罗斯公民入境，特别是来自布里亚特和图瓦共和国的蒙古裔公民。至于他公开表示欢迎的原因也很简单，因为在俄乌战争中，一些蒙古裔被俄军当作了炮灰，而这个情况恰恰也是俄国内非俄罗斯族裔的担心。此前，一项独立新闻机构的统计数据也显示，包括临近蒙古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在内的俄少数民族地区公民，在俄乌战争中战死的数量是远多于莫斯科等发达地区。说到这里就避不开俄军内部自苏军时代就遗留的民族问题。有些朋友可能知道俄罗斯境内有超过180个民族，虽然俄罗斯族占了总人口的80%以上，但是在俄军内部，非俄族士兵的比例极高，主要原因是这些少数民族聚集区的经济不是非常发达，对于当地的低学历人群来说呢，参军是改变命运的一个主要途径，这就导致在俄军中可以随意调动的合同制士兵中，少数民族的士兵数量较多。虽然他们参军的目的是改变命运，但是现实却并不是如此，因为在俄军内部，俄罗斯族裔的士兵大多是在火箭军、空军等技术型兵种服役，升迁相对容易，而大部分的他族士兵只能在步兵、工兵等基础兵种服役。你可能会说，俄防长绍伊古不也是少数民族吗？是这样没错，但他并不是职业军人出身，而是在担任紧急情况部长、莫斯科州长等职务之后呢，才被普京任命为国防部长的，所以还是没有办法比的。
就目前来说呢，克里姆林宫对于远东地区的控制力还是弱于欧洲的核心地区，而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还是俄罗斯的民族问题。要知道，俄远东的少数民族那可是相当的多，这些群体无论是在宗教信仰还是民族习惯上，与俄罗斯族差别都较大，因此凝聚力相对较低。还有苏联解体后，俄罗斯政府对于大俄罗斯主义等理论的宣传，以及莫斯科等大城市无端攻击其他民族的行为，使得远东的很多少数民族民众早就有了不满的情绪。只不过俄政府给予了许多少数民族很好的政策，才没有发生民族矛盾。所以距离的暴政或许还会在俄罗斯国内出现。这个词儿啊，有朋友知道，用一句俗话来讲就是山高皇帝远。打个比方，如果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发生了叛乱，或许莫斯科一天都用不了就能平乱，毕竟圣彼得堡距离莫斯科只有650公里左右。但是要是发生在西伯利亚或者远东地区，那时间可就说不上来了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，在俄乌战争的推进下，俄远东地区已经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。虽然在俄罗斯的经济还强于蒙古等因素的影响下，这些地区还不至于要求独立，但是像莫斯科拒绝征召民众参军等情况可能已经出现了。至于这次普京动员令的30万预备役指标能否完成，大兵相信他们肯定能完成的。因为根据俄罗斯最新的刑法修正案，在征兵期间主动投降、逃兵、拒绝入伍作战者，最高可以被判处10年徒刑。其实写到这里的时候啊，大兵有个问题，那就是俄罗斯以这种方式征来的兵，他们要为什么而战？一般来讲呢，上战场的士兵都会有一个支持他作战的理由，而最有力的当属保家卫国。毕竟家都要被别人占了，房子也要被别人烧了，没理由是不拿起武器和敌人殊死一搏。咱们就拿俄罗斯最有名的2次来举例，他们曾经击败过拿破仑，也曾经击败过希特勒。当时的情况呢，就是属于保家卫国。所以在保家卫国方面呢，俄罗斯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。即便是现在，不管哪国军队打到莫斯科，相信俄罗斯人也一定会爆发出强大的爱国力量以及反击的勇气。而他们现在要去乌克兰打仗，或者以他们的说法是特别军事行动，那这里喊出的解放顿巴斯，对于俄军参战士兵来说呢，战争理由是不够的，因为士兵打仗需要从心里愿意去为此而战。当然，除去保家卫国，打仗还有另外一种理由，那就是有一个主义或者有一个意识在支撑。例如中世纪最出名的十字军东征，包括后来的苏联，也是红军要为民众做事，从而实现他们的理念。而现在的俄罗斯社会来说呢，它并没有发展到非要与欧美各国对立不可，所以这一点呢也不成立。因此，虽然俄罗斯在法律逻辑层面可以保证是不矛盾的，然后动员民众参军打仗，但是这种动员背后的理由实在是不够充足。也就是说，未来在俄乌战场上，俄军士兵根本没有一个有力的目标来支撑他们作战，这就会导致士气远不如乌军。俄罗斯作为苏联衣钵的继承者，民族问题一直以来呢都是他们的一大隐患。在俄罗斯没事儿的时候，内部矛盾自然不会爆发，但是随着俄乌战争持续进行和军事动员令的强制要求，俄国内已经开始出现不小的社会动荡。毕竟在这场战争中，选择支持的只是少数，绝大多数人都不想眼睁睁地看着儿子父亲上战场送死。